等一下，给我3秒，让我享受一下这种有人敲门的感觉。以前谁要找我，就直接站到我面前来，顶多就是敲敲我的隔板。有办公室真好。主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你不能当首席运营官，也不能做权益合伙人。我不能为你破这个例。可是你已经答应我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所以你得允许我改正错误。我要是不允许呢？我并没有跟你签协议，也没有让人事部门发出正式的人事任命。你应该说话算话。这是你的聘任合同。行政总监，在我心里，你是一个真正的行政天才。但是合伙人真的不可以。那首席运营官呢？我需要给你留出更多的进步空间。如果以后你又进步了，我应该拿什么奖励你呢？你说呢？好，你赢了。是双赢。是双赢，可是你赢的更多啊。期待你继续努力，早日成为首席运营官。那我现在是应该说是老板，还是应该说好，我加油啊？你想说哪句？你想听哪句？你选。是，老板。好，我加油。齐家保健品的案子，我恐怕做不到到此为止。我看错你了，我就当您是在表扬我。是表扬。谢谢。再接再厉啊！好，我加油。还有啊，以后给我打电话，不许坐在办公桌上。好。再给你打电话，我一定沐浴更衣，以示庄严。哈哈哈哈！这可是你说的哈，必须说到做到。谢谢，谢谢你，冯主任。挂了。我们走吧，另起炉灶。我不喜欢逃避。那我们就这样，这么臊眉打眼的在这儿待着。你的这些做法，往严重里说，已经损害了律师行业的形象了。那你就直接把我开除好了。让你道歉是给你机会，他是我最大的客户。咱们律所的价值观什么时候变成了谁有钱谁就正确？你和何塞必须搞好关系，不能让人认为我们律所里两虎相争。绝不能把责任推到助理或者临时工头上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会让你负全责。老大，您要相信我。我是相信你，但是你要让我清楚，否则别人不知道我和那姑娘什么关系。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客户身上。我们必须要让来找我们以及准备来找我们的客户知道，我们全景律所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接，也不是说你有钱就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的客户，而高胜诉率也由此产生。我觉得咱们这样做对他不公平。如果你与我为敌，你的损失一定大过我。欢迎竞争，愿赌服输。这一转眼，半辈子就过去了，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我对你们来说是良师益友，对我的家庭呢，我是什么？你现在是全景的律师，你接的案子关系到全景的声誉，输赢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那是我应得的。我喜欢全景，因为我喜欢这里公平纯粹的工作环境。只有小律师
没有小官司，再小的官司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大事。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实习生的冲动负责呢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冲动，而那时候是您站在我前面为我那些冲动负责。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长江后浪推前浪。但是法律最重要的，还是应该要维护公平，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。您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。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、光彩的，什么是光明正大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这么做是对的。我是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。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别人求你帮忙的感觉？我觉得助人为乐是美德。捐钱去助挣钱是非常残酷的，所以才需要有人挺身而出。挺身而出的成本有多高？你计算过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计算正义的成本。恭喜你，罗宾主任。我希望全警在你的带领下风生水起，蒸蒸日上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是啊，秋高气爽，一个收获的季节。我觉得你应该说呀，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。你以为我跟你在这儿是偶遇吗？实际呢？实际这是经过我精心的设计的。你看，今天是你作为掌门人的身份，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，所以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。你看等将来咱俩老了啊，住在养老院里，咱俩就会说起啊。你还记得那天吗？咱们俩一块下的车，啊，然后我们一起呢在办公楼下相遇了，然后我们走进了这栋办公楼，之后召开了一个重大的会议，而这个会议呢改变了律所的命运，改变了所有的人的命运。看来我得去找丽娜谈谈。哎，不是丽娜跟我说的，那是谁啊？我问了司机，那我要换掉司机。不是你的司机，是我的司机。恰好呢，咱们俩的司机都住在望京。那看来我要裁撤整个司机班。你不能这么做啊！你现在是上任伊始，你就大开杀戒，这对你不好。大在，你知道吗？之前啊，我了解了一下我们的运营成本，真的实在太高了。那你也不能裁掉司机班。我没有说裁掉，我说的是裁撤。裁撤的意思是，以后合伙人的司机啊、秘书这些行政成本，律所不再承担。那我的司机呢？跟大家一样，合伙人自己负责。那你的司机呢？我是主任嘛，这就不对了，这就大大的不对了。官兵应该一致嘛，不能说你是主任啊，你司机的费用就由律所来承担，而我是高级合伙人啊，我的司机就由我自己来负担。
可是我已经把律所的大部分客户，包括我自己的，都分给你们了呀。哎，但不是所有的案子它都赚钱呀，对吧？比如说公益服务啊、法律援助啊，如果你这么做了啊，那就没有人再去做什么这个帮助老百姓啊这种普通案子，没有人去做公益了。不，律所会专门成立一个公益事业部，由律所养着。那我去公益事业部。可是公益事业部没有司机、秘书这些配置。你说的没错，今天的确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日子。天气真的不错，我等着你说秋高气爽呢。要变天了。今天你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？而我为什么又站在这儿？我快速地回忆了一下，我发现迄今为止我参加过的所有会议，绝大部分都是台上的人废话连篇，台下的人昏昏欲睡。所以当今天我有资格站在台上，而你们坐在台下的时候，我决定不这么做。我希望，如果我有幸能够活到耄耋之年，而在座的各位，到那时候也都活在世上，我们再次相见，想起今天我们说的话，大家能够依然记忆犹新，言犹在耳。首先，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。压缩行政部门，以及改变评价体系。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律师的时候，我就对僵化的考核体系深恶痛绝。虽然这一体系被发明出来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管理，但是它非常不适合一切有创造力以及有自尊心的个体。他把人当奴隶。你们被要求每天写日报，每周写周报，每月写月报，但我相信，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，一定会为了对付这些日报、周报、月报，犯过愁，而去胡编乱造，甚至嫁祸给无辜的客户。比如你们的客户如何难缠，以至于你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安抚他们。而事实上呢，你们只是因为当天没有可以写到日报里的业绩而已。所以，今天这个考核体系正是寿终正寝了，因为我比大家更不想浪费你们自己的聪明才智。但是啊，这并不代表就不需要考核了。砸碎旧的东西总是容易的，任何一头驴都可以踢倒一个谷仓，但是建立谷仓，驴就不行了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思考，如果把全景比喻为一艘船，那么现在我就是船长。我要带着大家到什么地方去？这就是通俗的战略。全景的战略是什么？未来几年我们全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律所？而在座的每一位又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期待？请诸位原谅，我不敢在这儿承诺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，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。因为有些人的目标实现是以丧失良知为前提，有些人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，
而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人，我自己也耻于与这样的人为伍。今天我站在这儿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发自肺腑，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知道，都能清楚地知道我的目标，也希望你们能够认同我、支持我、赞同我的观点。第三，我可能不能保证全景在我的带领之下成为最赚钱的律所，但我可以保证，全景可以成为最值得尊重的律所。我也不能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赚到很多很多钱，但我可以保证，你们在全景的每一天都能感到人间值得。作为船长，我不能保证我们全景未来会一帆风顺，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全景未来不会遇到大风大浪，但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，为大家挡风遮雨，奋不顾身，一往无前。为什么又站在这儿？我快速地回忆了一下，我发现迄今为止我参加过的所有会议，绝大部分都是台上的人废话连篇，台下的人昏昏欲睡。所以，当今天我有资格站在台上，而你们坐在台下的时候，我决定不这么做。我希望，如果我有幸能够活到耄耋之年，而在座的各位，到那时候也都活在世上，我们再次相见，想起今天我们说的话，大家能够依然记忆犹新，言犹在耳。首先，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，压缩行政部门，以及改变评价体系。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律师的时候，我就对僵化的考核体系深恶痛绝。虽然这一体系被发明出来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管理，但是它非常不适合一切有创造力以及有自尊心的个体。他把人当奴隶。你们被要求每天写日报，每周写周报，每月写月报，但我相信，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一定会为了对付这些日报、周报、月报犯过愁，而去胡编乱造，甚至嫁祸给无辜的客户。比如你们的客户如何难缠，以至于你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安抚他们。而事实上呢，你们只是因为当天没有可以写到日报里的业绩而已。所以，今天这个考核体系正是寿终正寝了，因为我比大家更不想浪费你们自己的聪明才智。但是啊，这并不代表就不需要考核了。砸碎旧的东西总是容易的，任何一头驴都可以踢倒一个谷仓，但是建立谷仓，驴就不行了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思考，如果把全景比喻为一艘船，那么现在我就是船长。我要带着大家到什么地方去？这就是通俗的战略。全景的战略是什么？未来几年我们全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律所？而在座的每一位又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期待？请诸位原谅，我不敢在这儿承诺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，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。因为有些人的目标实现，
是以丧失良知为前提。有些人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，而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人。我自己也耻于与这样的人为伍。今天我站在这儿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发自肺腑。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知道，都能清楚地知道我的目标，也希望你们能够认同我、支持我、赞同我的观点。第三，我可能不能保证全景在我的带领之下成为最赚钱的律所，但我可以保证，全景可以成为最值得尊重的律所。我也不能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赚到很多很多钱，但我可以保证，你们在全景的每一天都能感到人间值得。好。作为船长，我不能保证我们全景未来会一帆风顺，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全景未来不会遇到大风大浪，但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，为大家挡风遮雨，奋不顾身，一往无前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散会。罗主任，不好意思，丽娜，我就很简单几句话。你说，你的新秘书不是就用封主任原来的秘书吗？狄坤怀孕了，高龄产妇，医生说她得卧床，所以你得找个新秘书。哦，这事儿咱们回头商量。好。您请坐。好，谢谢。焦恩，科东的新任首席法务官。罗宾，久仰大名，您过奖了，希望有幸能为您服务。听你这个师妹说，你喜欢打网球啊？焦恩先生也喜欢打网球。哎呀，岂止喜欢，我是热爱，共同的爱好，共同爱好。幸会，幸会，幸会。快，请坐。好，坐。丽娜，小会议室那是谁呀？罗宾很重视这样的。一个嗨大的客户。嗨大的客户有多大？应该是，迄今为止自全景创立以来最大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丽娜。我一会儿就不跟你一块进去了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不用，真的，你能带我过来我就已经很感激了，不用等我，一会儿你就先走吧。别，我还是等你吧，我不放心。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说我是从你这儿知道的。你跟罗宾也别说。跟罗宾说没事儿。你跟他说了啊？还没呢。啊，你是不是怕我跟罗宾说了以后他会跟丽娜姐说？没事儿，他俩前段时间还冷战来着呢。根本不了解他们俩，这恰恰说明他们俩关系很好，不怕打，打不散。他俩现在是不是又和好了？啊，那是因为罗宾老师给了丽娜姐一间办公室。罗宾妥协了？你什么时候见罗宾妥协过呀？那丽娜姐也退了一步啊，她原本是想要当权益合伙人的呢。你还是不了解丽娜，她原本想要的就是一间办公室。不是，她原本想要的是当权益合伙人。她要权益合伙人，她才能得到一间办公室。如果一开始她管罗宾要的只是一间办公室的话，她只能得到一个更大的工位。所以说，丽娜还是比你了解罗宾，明白了吗？哎，您好，请问是王先生吗？啊，我是。您好，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知道您当年为您的父亲维权，因为他是齐家保健品的受害者。对不起啊，触到了您的伤心事。
我这次过来就是想要跟您了解一下当时事情发生的经过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呀？我查了当年的新闻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不想跟你吵架。那我们换个立场，如果你是我，有人说你爸做了坏事，但是你问了他，他说他没有，是别人嫉妒他、抹黑他。我能判断出到底是谁在说谎。所以你是说我爸骗我吗？如果我们再这么聊下去的话，我们又会吵起来。麦飞，你要是想和我分手，你就明说，我祝福你。那你祝福我吧。祝福你和谁？没有谁。那你为什么和我分手？因为我不想让你为难，因为我不想每天违心的面对着你父亲。不是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相信他呢？我接个电话。喂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去找你吧。行，那我在这儿等你吧。对不起，既然。爱过就不用对不起。对不起。麦飞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别发了。来啦。怎么样，顺利吧？他不愿意说呀？我觉得他也不是不愿意说吧，只不过是签了保密协议，所以有所顾忌。走吧，别在这儿说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没事儿啊。你还欠我一个祝福。分手了，应该互相祝福吧？祝你青春永在。祝你深情不被辜负。走吧。没事吧你？没事儿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看一下我爷爷。我爷爷最近老管我们家保姆叫小昭，他有点老糊涂了。小昭是谁啊？哎，对了，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。嗯。罗宾邀请我，让我去你们律所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嗯。他跟你说的啊？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，但是我感觉到了。喂。哎，哪天咱们约场球？随时。我可是认真的。我也是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我有预感。你预感准吗？非常准，从来没错过。黛西。你下还是上？哦，下来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刚才特别恍惚，有可能是我看错了吧？
他不一直在国外吗？是不是这2天天又热？你又比较忙，你出现幻觉了？可是我刚才听见他叫我名字了。不可能，你听错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没吃早饭？你饿的呀？也可能是因为我没睡好觉困的吧。行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先这样啊，拜拜。你怎么了？脸色特别难看。不会吧？我刚从外面回来呢。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您找我啊？坐，喝点什么？您是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要跟我说吗？坐，咖啡可以吧？可以。齐家的案子还顺利吧？我正跟进着呢。谢谢。有什么困难吗？不是说过吗？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困难，那就不值得我们去做。坐。是这样，今天早上的会啊，你没参加。我跟您请过假的。我知道。我是说呀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律所接下来要进行一些调整。您说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律所要成立一个公益事业部，这个公益事业部呢，由我直接负责。公益事业部呢，要设立一个远程法律服务办公室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你去那儿怎么样？好，我听您安排。好。那么你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供远程法律服务，在线回答各种问题。那没问题，这个业务我特别熟，以前我也经常在网上给各种人解答。只是以后具体的案子，你就不能再参与了。为什么？我可以2个都做啊，我顾得过来，我不怕辛苦。那我就直说了，你没有律师证，按照规定，你不能独自承接办理各种案子，也不能以律师的名义洽谈、承揽、承办各种业务，必须得有老师带着你才行。那如果就像以前那样呢？我跟着您做。是这样。以后呢，我的很多精力，可以说是主要精力都要放在管理上。我之前的很多案子，包括客户，都得分给其他同事。我也想过，以后让其他老师带你，可是你知道，其他老师就一定会在意你的学历，而且我们马上要实行双向选择了。你不要不说话嘛。这就是换一个新的岗位。这样，你要实在不愿意呢，或者说你还希望像以前那样，我也想过，等麦飞来了，你跟麦飞做他的助理。我去新部门吧。你别哭嘛，啊？谢谢。德谢啊，从你进律所第一天你就跟着我，我想我有这个发言权。我是一路看着你的成长，你比之前成熟多了，所以我想说，我特别希望你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工作，并且以此为起点越来越好。而且，律所还专门在楼下给你找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。
楼下，我不要去楼下。那你不去怎么办呢？这个工作主要就是接电话、上网，回答各种问题。如果你还选择坐在原来的位子上，不光别人会打扰你，你也会影响别人。那我可以坐那儿吗？那是狄坤的位置。狄坤她怀孕了，她是高龄产妇，早就已经请好假在家里保胎了。连上生孩子加哺乳期的话，她今年年底都不会出现。我可以坐那里，我坐那里，我又不会影响别人，我不需要什么独立的办公室，好不好？你是说你要做我的秘书？那公益事业部的工作，我做，我2个都可以做，我不怕辛苦。我兼职做您的秘书，我就拿1份工资。好。律所现在开源节流，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给我一个率先垂范的机会？那我可以坐那儿吗？如果我不答应，你是不是还要继续哭啊？然后还要在背后闹我？什么事儿？你有时间吗？没有。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？不知道，最近都很忙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是怎么约到焦恩的呢？啊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因为我知道很多律所都想要约到焦恩。他们约晚了。我还知道很多律所都想搞定柯东，这不是秘密。所以，山呢？什么山？你说开门见山。啊，山在这儿。我是高级合伙人，我对这种巨无霸型的跨国企业很有经验。那为什么之前柯东不会是你的客户呢？你的这个说话风格，你不喜欢？我喜欢啊，一针见血，跟罗宾很像。我研究柯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之前服务柯东的那家律所，是一家人所共知的3流律所，但是这家律所的主任与柯东的首席法务官他们是亲戚，所以就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别人就水泼不进，针插不进了。所以这位首席法务官在上周突然被换掉，之前毫无征兆。之前毫无征兆，那你是怎么提前找到焦恩的呢？我未卜先知。你的这个说话风格跟罗宾如出一辙呀。好吧，那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啊，我能够理解。我一直在盯着柯东，而且我发现了他们之前要换人的蛛丝马迹。按理说呢，我也能够推测出他们的换人人选会是焦恩，因为他的太太很厉害，他是一个在投资圈里很有名的人，投出了几家独角兽企业，而且柯东也有他的股份。你是在毛遂自荐吗？柯东的这个案子体量这么大，你一个人是做不下来的。我跟罗宾说一下，你可以加入我们。罗宾？罗宾现在做主任，他不管具体案子。这次例外，焦恩点名要罗宾挂帅，必须他亲自负责。这就是大公司的虚荣。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没有看错，那个人就是焦恩。
科东官网上有他的照片，刚空降过来，一来就要换锁。你们今天算是冤家路窄了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黛西，没事儿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不是吗？罗宾知道这事儿吗？知道。他知道焦恩就是那个害你得了急性焦虑症的人。那他不知道。那他知道什么呀？我是说，罗宾他知道我没有文凭，也大致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就是焦恩。焦恩他不是一直在国外吗？用的都是英文名，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焦恩这个名字。你得跟罗宾说清楚，你得一五一十地告诉他焦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就是一个衣冠禽兽，他先骚扰你的闺蜜，然后又收买你的闺蜜来威胁你，因此你受到了巨大的刺激，你没有办法完成你的学业，他毁掉了你的前程和你的梦想。还有，你最好告诉罗宾，你的急性焦虑障碍就是焦恩所造成的，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会让你感觉到恐怖、恶心，他会诱发你的惊恐障碍，你会在短时间内呼吸不上来，你会感觉到要死。黛西，黛西，嗯。我听见了。哦。以后吃一堑长一智吧。可我拿什么赔？我如果这次我过不去，我真的就没有以后了。罗主任，我跟你说，我媳妇儿刚生完孩子，到现在还没出月子呢。这事我都没敢告诉他。这事儿你让我想想吧。你先回去吧。罗主任，起来。罗主任，你一定得帮帮我。你先起来。罗主任，罗主任，你一定得帮帮我。我现在不光有孩子，我还有父母要养呢。我爸妈这辈子都没挣过1000万，他们要是知道我在外面都赔人家这么多钱，那非得急死我呀！我怎么能忍心让他们到了这个岁数还替我担惊受怕？罗主任，我真的太冤了，我太冤了！是顾姐找的我，说让我帮她朋友一个忙，我就去了，我没多想别的，但我万万没想到他不认账了。罗主任，我知道，我没脸求你，我也没办法了呀。除了你，也没有人能帮我了。如果你要都不帮我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行了，别说了。
律所赔好了。起来，起来！你再不起来，我就收回我刚才说的话啊！赵旭，我希望你能记住，我是因为希望你能站起来，才答应帮你，而不是因为你跪着我才答应的。所以，你不能辜负我。从今以后，无论是遇到什么事儿，不管是在哪儿，你都得给我好好站着。记住了吗？记住，何主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。从今以后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都会好好站着。谢谢你。回吧。关键是赵旭这次犯的错误太低级了，人家口述了一遍遗嘱，他既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，就自己听了一遍，回律所给他整理出来，打印好，拿去让人签字。结果当时人家浑身上下都插着管，没法签，就他自己就给代签了。那肯定要判无效啊！你的代书遗嘱是你凭记忆整理的，你怎么就可以确认你的记忆就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呢？对呀，当事人是顾杰的朋友，是顾杰让他去的，说就帮人家一个忙，收了几千块钱。哎，以后这种忙你可千万不能随便帮，熟人的忙有时候更不好帮，你帮不好人家还告你。罗宾老师找我，我先去啊。去。什么事儿？您找我过来的。我看你刚才在外面好像有话要对我说。我刚才看见赵怎么回事啊？你答应赵旭了？赵旭当时是咱们所的律师，而且合同也是跟我们律所签的，所以要告，别人肯定也是先告我们律所。那我们也可以向赵旭追偿。他没有钱。他没钱，那我们就申请执行他的房子。那也不够啊。那就从现在开始，他挣的每一笔钱都要先赔偿我们。如果他还没钱，我们就把他列入老赖名单。黛西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何塞老师说几句话。好。你坐。我呢，就是觉得不太落忍。你也知道，赵旭他根本就不是存心的。你这就是动了妇人之仁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答应了他，那合伙人怎么办？啊，咱那些股东怎么办？凭什么他一个人犯了错，所有人为他买单啊？我会说服大家的。这么着，你先说服我。你要喝点什么？我不喝，咖啡可以吧？恕我直言啊，你这么做，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听着赵旭在那千恩万谢的，你心里边觉得特别的爽？何塞，你了解我，这事儿跟面子没关系，咱不讨论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那也不行，你不能说你做了老大了，所有的事儿就都你一个人说了算。那谁说了算？投票，票数多的说了算。
各位同仁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，赵旭当时就是我们所的律师，对方客户也是跟我们签的协议，所以如果对方告，肯定也是先告咱们。对，你说的对。根据法律规定啊，律师违法执业，或者是因为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，应该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。但是我要说的是后半句啊，律师事务所赔偿后，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进行追偿。我同意何律，咱们应该向赵旭追责。我也同意何律。是这样，赵旭呢，他的确是犯了错误，可是我想，请大家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？如果说犯这个错误的人是我们在座的各位，那么各位是希望律所来共同承担，还是由自己本人承担呢？罗律，我有话直说了，我觉得您这是妇人之仁。赵旭犯的错，让我们来买单。我觉得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拘着面子，不好意思说，心里都不痛快。人家新官上任，都想着给大家发点福利，增加凝聚力。您一来就让我们交罚款，人心向背啊，是吧？丽娜，你说说。我懂你们的意思，我也不想自己掏腰包，但是赵旭毕竟还很年轻，我怕他会想不开。哎呀，丽娜，你就别说了啊，你就说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吧啊！反正我认为啊，我们应该向赵旭追偿啊，不然赏罚就不分明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伙举手吧，举手表决吧。举手之前，我想再说几句。各位，这件事情如果让律师个人承担赔偿，那就等于是让律师个人承担所有的风险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以后律所的律师，谁还愿意接有难度、有挑战性的案子？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有赚有赔，我们也要赔得起，赚得起嘛。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应该齐心协力向前看，齐心协力拿下柯东。今天我也正好向大家通报一下，柯东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并购计划，涉及到几万个专利，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专利资产。柯东签下来了？会签下来的。那要是签不下来呢？你去看看。我们继续讨论。黛西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可能吃坏东西了吧。谢谢，丽娜姐，我没事儿，你赶紧回去开会去吧。你真没事啊？没事儿。您好，焦总。以后叫焦恩哥。焦恩哥，你说。我听说了一些你们律所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罗老师，会议纪要我已经帮您整理好了。黛西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没有，我就刚才那一阵儿，我现在已经好了。你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吗？没有。那我看你一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晃悠。啊，您昨天不是说我以后接您的秘书吗？所以我就出现在那里。哦，对，
今天一早来了就一堆事儿没顾上。这样，我让丽娜马上发一个行政公告，主任助理兼秘书。这个头衔你还喜欢吗？谢谢。